嗨，欢迎来到黑皮好思，欢迎大家。今天我们来做一个主题，是关于什么东西即将绽放在你身边的人事。但我们今天会有两个主题，一个是你的事业，或者是说你工作相关的。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你们的情感感情。所以你们可以选择你们想要看的部分，或者两个一起观看都可以哦。首先，我们先来选牌组。1、2、3，这3组你可以选你喜欢的颜色、图案或者上面的文字都可以哦。找到你觉得比较对应的。那如果你心中有不同的感觉，可以选1组或2组都 OK， 然后再到个别去看相关的解读，然后去收取你有感应、你有共鸣的部分。选择好的话，我们就分组见哦。嗨，欢迎选择第1组我们这一个灰色的卡片，这一张神谕卡的朋友们啊，我们来看看你们现在的整体的感觉是什么样。这边的牌显示是永不放弃哦，全部的颜色只有灰色跟蓝色，这个蓝色是海水蓝，有清晰明亮，但是在这样子清晰明亮的理性里面，又不会太过于负荷，不是很重的那种理性。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得到的是，我觉得我们第1组的伙伴们选择第1张神谕卡的你们哦，你们就像这个卡片上的这个女士哦，她在这个路边还是桥边哦，坐在这里哦，感觉在画图或者是写字。你们现在处于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创造期，而且这种创造期其实已经蛰伏很久，你已经维持这种状况很久，而且甚至啊，很多时候你都是一个人默默的去耕耘，默默的去进行，然后去锻炼自己。你可能在创造一个事物，或者是一个作品，或者是你的工作上有一个新的展望哦，例如专案啊，或者是新的项目。你正在着手的进行，你有可能是个艺术家，你可能在写作或艺术方面有很大的一个天分。你们现在酝酿的让这样子的一个成品，或者是说属于自己的作品能够完成，但这样的路显得有点孤单，而且又在长时间的一种奋斗或者努力的情况下，其实你们是有点疲累的哦，但这种疲累在你们自己的兴趣或自己的那种热情底下，其实你们一直让自己坚持下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但这有3个爱心，大家有看到最上面。我觉得这也是很有爱的一个行为哦，不管是你在情感上对象，或者是说你在一个事情事态上的那种爱哦，你们是很充分哦，3颗星。其实你没有走到最后，你不知道什么路是正确的，那什么东西会带领你走上成功，其实都是不确定的。但是宇宙这边的能量告诉我们啊，你即将走的是一个会为你绽放光芒的一条路，你已经慢慢快要发展出你们的一个成品跟成果了。从这边可以看得到，后续我们会分2个部分，一个是事业跟你的工作相关，另外一边呢是你们的情感或者是说爱情相关的，看看你们有没有对应，或者说你就截取你有想要听的部分。记得哦，这是大众的能量，很多的能量汇集在这里，尽量会讲一些我感受到的牌面给我们的，但是可能不会完全符合每个人。所以如果你有需要个别的一个占卜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或者说我们的目录底下可以看到我们的联络方式哦。那首先我们来看关于你的工作，在这样的一个主牌的能量底下，你们的工作又显现出什么样的一个氛围哦？我们来看全面束缚，但这个全面的束缚是逆位哦，所以我刚才就这种感觉啊，这个黑色不是纯黑，是灰啊，已经慢慢朝向光明光亮。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女孩哦，她的束缚哦也不是非常的紧，
非常的干扰，非常的牵制，只是某个部分的一些藤蔓绑住了它。所以我相信这样子的一种牵制哦，不管是你的工作上的人给你的一个牵制，或者是说你的前辈，或者是说你的长官、主管给你一些问题、难题的时候，我相信这个难题并不是造成你现在困扰的一个目的，而是你想要去解决它。我觉得你们是想要解决，所以这个束缚，不管是目前遇到工作上的什么问题，它即将都会被你解开，因为逆位了。而另外一张牌，哇，这直接就是一个炸药，这有很高的一个爆发性、突发性的状况，这是完全你不能期待，所以你即将会有一个不能期待的事件，会促进这个东西跟应该说干扰或者是说困难的解决，这是突如其来的，但是它是带着行动力跟热情的，它的力量很强大。就像这种爆破感的感觉，你可以把一个事情给整个清理掉、结束掉，但是它也有可能有破坏性，所以这边可能要注意的是，可能会有一些破坏性，这是从这边看到。另外一个这边就是出现了一个安静的牌 ，silence 是要你宁静，这样子的一个突发状况是在一个默默中进行的一个状况，不会是会让你去大动作，或者是说惊扰到你或自己别人的那种感觉。就是虽然它会一个引爆点或一个事件一个状态突然出现，但它其实是为了要解开这个难题嘛。而这样的一个解开的一个行为底下，它又带着沉默性。两个可能，一个就是你们现在遇到的这个人事啊，或者说你工作上的人，事业上、工作上的，他们呈现的是这种安静的状态，常常没有很好的回应，然后造成你们可能后面会给他一个引爆点，对，引爆他，然后干脆就刺破他，然后把问题凸显，然后把问题解决。那另外一个族群呢的你们哦，你们可能就是这个保持安静的人，然后你因为在支付底下，或者说你在某些担忧跟害怕底下，你不太敢去进行，但是会有某个引爆点去帮助你说出你心里的话，或者是说让你发表你的意见跟感想，这是从这个牌里面所看得到。再来，我们再来看看用塔罗来看看深入的了解一下你们的工作上还有什么东西是值得，它已经出来，值得被了解的。这样的一个绽放是关于什么？再来2张，牌都出得非常的快。底牌是战车牌，看到没有？一定会行动。所以这个爆破点啊，还是爆破的人事，不管是你自己还是你们的相处的这个对应的人哦，他即将都会有一个动作，这是主题哦，在这个主题底下，所以你们这样沉浮在那种隐蔽的，不管是安静，或者是说忍耐，或者是宁静的状态之下，即将会有行动力出来，这是一个主轴。我们来看看主要的一个过程会怎么样。首先你会看到的是七个金币。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在培育？所以是不是跟这个人在旁边画图很有耐心，这种感觉是同样的哦，细心或者是说耐心的等待我的植物，就像这个男士他在看他眼前的这个植物，那植物的根已经深入在土里了，土壤里有很多光亮，就象征着某种希望，某些希望跟某些你想要达成的一个愿望，慢慢在茁壮。所以这是金币7所带领出来的一个能量结构。你在这样子的一个耕耘底下，你即将看到成果，对，成果即将出现，跟这个人要创造出一个成品，一个作品。即便你现在是一个，就刚才说的是个艺术家，或者是说一个作家，或者是说一个创造者，你在创造一个新的东西，它也即将有成果出来。然后这边直接金币8，金币8这边是逆位哦，这个能量会比较压抑一点哦，所以
真的你是已经工作，而且是独自辛苦的工作很久，而这样子的一个努力在于说，我觉得就是希望，你就是希望有一个成果出来，你就是想要看到最终你可以走到哪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人生的旅途必须要靠耐力去执行，但是你其实是用很高度的一个决心跟毅力去做这样的等待然后这个等待当中有很多的心路历程，有很多的以往的可能你不好的经验或失败的经验，不好的感受，你都想要去把它给破解掉，你想要让这样子的感受去离开你，你很想让这样子的成功赶快到来，这是现在的牌面后面所看到，而最后会怎么样？最后的确会到来。虽然成功没有办法非常的快，现在的马上出现，但是在你的殷勤的努力跟耐力的这种耐力赛，长期的这种经验底下，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权杖四是迟早会正位的现在虽然是逆位，代表能量不呈现的，还未呈现，不代表不呈现，但它已经出来了，已经出现曙光，你即将就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能量。你看，大家一起欢欣鼓舞，在庆祝，这是一个庆典，属于你自己成功的庆典，那马上就会来临。到最后的话，我们会遇到你们的一个关键点。关键人物，我认为是人物因为这出现了一个宝剑的国王，宝剑国王代表着清晰、理智充满方向性跟掌控性，但是也会有点难搞。如果你本身就是男性的话，这只有可能是你自己当然不排除有一个这样子的能量在你身边，那你可以看你们现在的一个状况来判断你现在是不是遇到这样子的一个阳性能量，充满强势、充满方向性、决断力。它有很多方法，很多手段，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手段跟方法，其实就是解决这些难题唯一的方法。截断所有的问题，靠理智跟分析还有带一点无情，但无情是没办法，在职场上一定得做出这样子的一种魄力，才有办法厘清很多事情的真相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可能是你自己，也可能即将你会遇到的一个这样的人物，可能是你的主管，或者说一个强而有力的人，的同事或者是合伙人的帮助，来让你厘清你自己的想法，最后会有战车方向的确定。所以你们如果在工作上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你们这样要绽放的就是光芒，即将你要绽放你自己属于自己能量的光芒，而且是用一种理性跟果断果决的方法去执行去解决，然后抛开以前的担忧、以前的害怕、以前的失败的经验，这种逻辑判断出来的一个结果是非常符合实际需要跟需求的，所以你们的成果会非常的圆满。努力继续虽然很辛苦，但是指日可待的。OK， 所以这就是你们的一个工作能量。再来，我们来看看你们的情感部分。情感出现了什么牌？你们牌抽的时候出现2张，所以我就2张都留下来。这世界牌，然后跟一个岔路，交叉路，然后这边出现的是这种是说以绽放，对，跟我们主题一样，就是绽放，很快的绽放，速度的绽放。你们的感情世界，我觉得遇到一个转捩点这个有可能是就像这个岔路你在选择，在抉择，这是一种必须去做决定的时刻。但是这个决定的时刻其实来自于，因为你其实没有很远大的一个想法，因为世界牌逆位了。原来世界是应该很广阔，然后很多条件的辅助，很多的方向跟理想的一种促进之下，让你更有一种决断性，知道自己想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不管是跟这个对象的互动，或者说你们之间的一种交流是更广阔、更富有世界观的，甚至就是也可能在海外因为这个世界牌有可能在海外，或者说网络上，你看这个人感觉上是一种光亮
有点科幻的感觉，所以有可能在网络上啊，或者是说你们是在社群媒体上比较多的一个分，可能你们一开始就从这样的部分认识，但逆位之后，它所呈现的是说世界就比较紧绷了，没有这么广阔，没有这么多选择性啊，没有选择性也代表是一种选择，变得被迫选择，所以你极有可能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底下，你想要迫使自己去做这样子的选择，这也有可能是你们那个对象的能量被压抑住这个世界之后，他想要更广阔、更有判断性的去判断你们之间的感情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也是变成去促使他走哪条路。可能他之前很安静，对这种逆位牌的世界，可能在沟通上有点停滞，有点混沌不清，或者说某些事件的干扰，然后让你们必须等待。对，你们看到主牌，你们主牌来看也是等待哦。你在创造，但是你们在创造的是一种新的情感的连接，所以在这样的连接之前的前提之下，你们想要做选择，这个选择来自于怎样？来自于我想要绽放，就像这花朵的绽放一样，而且是迅速。快一点，所以可能之前真的是太慢，慢到你们现在已经有点受不了了，这个感觉。所以你们想要去让你们的情感得到一种释放，有没有？快速的绽放，赶快开花结果。我们来用塔罗牌来看看，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讯息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讯息必须是在1到3个月，我们不会看太远哦。塔罗牌我们限制在3个月内的一个能量的呈现，所以我们来看看宇宙还想要透露什么给我们知道。既然出来这2张，就是这2张。恋人牌，再来一张。这个牌有点卡，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们可能有点卡。来，底牌是什么？底牌是金币3的逆位。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你们状态比较特殊你们很想快，但是又快不了，这种感觉。你们的堵塞是有一种合作性的不足。不知道是谁不配合谁，或者是说你们彼此之间就试探对方，不敢往前。为什么？你看这张牌，这张牌是隐士牌隐士牌的逆位隐士牌本来一个人要独坐在那种悬崖，不要悬崖，山崖边，但是他是散发着光亮的，所以独自一个人其实是在想一些事情，想要把自己的能量释放出来。然后呈现逆位就是这个能量非常的压抑非常抑制，已经有点忍不住在这样子的状态，想要赶快付出，赶快从这样子的孤独里面走出来其实已经就像刚才说的，你们已经蛰伏很久，这个灰色地带已经很久，3颗星呢，我们还差2颗星才5颗星，所以你们就是在这样5颗星还没达到，似有若无的，又有前进又在后退的这种感觉，很明显你们可能都不太对彼此产生直接的感情的表述，常常都是用暗喻或者是说隐藏隐瞒的方法来对待彼此。他也是一样，你们也是一样，所以你们这种隐士牌在这样子的情感里面出现，通常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但是已经逆位了，逆位有点忍不下去了，我赶快把这个光亮释放出来嘛，有没有？花朵快速的释放，而且这个是一个金币国王第2张如果你们是女性的话，阴性能量这边你们的这位国王就是你们的对象可能性很高，他是充满的他想要表达的是他最高度的一个忠诚，他想要的是一种稳定，一种安定，他也想要创造这样子的安全感给你，他自己也需要，所以他是一个稳定的国王，甚至是很成熟，他极有可能比你们年纪会大一点，你们应该有一些年龄差，不管是大或小，一定有年龄的差异。但是阳性能量可能比较成熟一点，即便他可能比你小，他也可能思想上会比较成熟。他是充满远见，充满执行力跟洞察力去做
事情的判断。所以在感情上，这样子的一个国王，你会觉得他很有稳定性，但这种稳定又有点跟隐士又再配合在一起的话，你会觉得很多事他好像都没有说出口，他好像没有表达力，表达得很好，这就是金币国王的一个缺点。但是你不能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就给他下定论，因为这样子其实是一种稳定可靠的一个对象才有的一种品质哦。因为他要求的是稳定的，所以他不会舌灿莲花；他要求的是安定感、安全感，所以他不会胡作非为，什么东西都深思熟虑，一步一步去做。所以这样的一个金币国王，看有一个狼在旁边，他是孤单的哦，但是他能不能承受他自己的孤单，他是可以忍受的哦。你不要以为他不行。所以你们有时候觉得啊，他难道是不回我，还是不给我讯息？哎，那下一步是怎样？他是对我们没有信心，还是想要放弃吗？并不是啊，这是不善于表达，也有可能他很忙。金币国王也是很认真在自己的工作，在自己事业上，所以他想要达到一定的程度，一个稳定性之后，才会去付出他自己对感情上的一个想法，才会去付诸行动。所以在他的事业没有达到以前的，其实你也不用指望这个国王会给你主动哦，给你热情哦，很难。但是他会给你实质上的，该做什么他都会做，不会吝啬跟你们分享他自己的生活的品质的成果。比如一起出去玩啊，他一定会付钱，他不是那种太小气的人，应该不至于。然后第三张牌，你们直接中间的这主牌就是恋人牌，而且是正位。所以你们心意相通啊！如果你在抉择当中啊，我相信这种抉择应该是说要抉择如何再进一步的发展。他们也是一样，应该不是觉得说啊，我放弃吧，我不想继续了，你不是我的菜，绝对不是啊！那两个哇，头发都交缠在一起，这个恋人牌我觉得非常的美，很有意境，甚至有不同的肤色跟种族哦，就你们有可能在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条件哦。就是刚才说的，你们不同的生长的环境，或者说不同的教育背景，或者不同的直接不同的国家都有可能哦。但是你们相恋在一起哦，那这个也是可能世界牌的逆位所产生在这里的原因哦。逆位表示不容易去马上接触到世界，没有这么的圆满，总是差了一步，但是很想迅速啊。这个迅速在这里，然后绽放又在这里，你看跟我们主题完全一样。你们要绽放什么？你要绽放你们的光芒啊，力量拿出来，因为你们力量是逆位哦，逆位就表示不呈现。你看正位的话是一种从心里面去臣服彼此的一个概念哦，但这样的概念你们在一个逆位底下就不敢表现出来，这种臣服就感觉有点扭扭捏捏，有点不敢去行动。力量哦，一定要拿出来，因为力量是所有不管是你在做什么事情的一个根本哦。你没有勇气，没有力气，没有那种力量去执行的话，什么事情都不会成功。所以这个力量一定要拿出来，不管是你还是他，你们的感情如果走到一个必须要决定下一步的时候，那就去决定吧。这个宇宙告诉你，你们就该赶快做了，不要再压抑你们自己的情感在这里。然后在这种情感，你们没有快的原因，就你知道这个权杖八的逆位，权杖八正位应该很快啊，什么东西都很快速。然后就是我们刚才之前说的掷地有声哦，直接就是直入主题，开门见山，直接就是达到我们目标的一个状态，就像一个棍棒，那个8根棍棒直接往那个目标去执行哦，去行动，去达成。但是你们逆位了，为什么逆位？就是因为你们不敢了。行动在这里卡住了，就当你让你们有这个力量呈现的话，我相信你们这个正位啊，给你们转正highlight 一下，来highlight一下，转正哦，一定要转正，转正你们这能量，你们两个就会快了，关系就会快。然后你们不要用这种好像很害怕去合作，一定是好的，你们又不敢合作，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有可能是你们需要借助一些别人的力量，可能是你们的朋友或互相认识的人，或者一些长辈也可以哦，去协助你们去做一个促进，这也是一个方法。如果你们很多事情是不敢执行，你可以透过第三者、第三方的能量啊，去触动，间接去旁敲侧击，去达到你的目的。如果你真的不敢的话，他也是一样，他也是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做，因为这个合作。
一旦正的话，也是可以带领你们去走向更好的一个感情的处境。所以就从这个牌面里面一样可以转正看起来是这样。所以你们那个情感上面，我觉得快速是一定有的，一定，起码你们在压抑啦，一定要快，必须要快，你们赶快就可以达到这恋人的状况。十字路口不要待太久，赶快决定两条路怎么走，把你的世界转正。 OK， 好，这就是我们第一组的能量哦。你们事业跟你们爱情，希望就符合到你们的目前的状态哦，然后去截取你有感应哦、有收获的部分，然后改造更好的自己。 OK， 那我们一样祝福大家，一样给我按赞，如果喜欢的话留言，然后告诉我你的想法，然后分享给大家你现在的状态，然后我们祝福大家幸福快乐，我们下次见哦，拜拜。嗨，欢迎来到黑皮好事，欢迎第二组选择我们这个漂亮的蝴蝶结的这一个。我们这组朋友们，你们的现在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来看看。然后这是主要的状态，然后你们的那个工作跟职业上的在这里，感情呢，或者是现在一个对象情感上的关系的人，我们的排在这里两个部分哦。那你们的主轴就是这根蝴蝶结。首先我们看到它是希望，你希望它是 I hope 是你的你期望的东西。这蝴蝶结虽然是黑色，但它背景是粉色，所以你们在某一种绝望底下，我可以这样讲吗？我不想要说这样的字，因为这个有碍于你能量的展现啊。你要知道，这个蝴蝶结如果是黑色的时候，就象征着某一种怎么说，停滞跟妥协跟无法回应的这种能量。但是这有出现 star， 你知道吗？就是很多星星啊，然后闪亮，就像这背景一样，星星哦。就其实它其实是可以有希望。我觉得你的潜意识跟你的内在的能量是充满着想要爆发的感觉，只是你被压抑住，你被这个黑色蝴蝶结绑住了。它本来是个可爱的东西哦，但是你把它赋予的精神、赋予的色彩已经变成这样，比较可惜。如果这蝴蝶结跟这背景直接调过来多好，就是一个希望的感觉，更有希望。这边说啊，你要永远让你自己闪耀，永远哦，无时无刻哦。这个其实不容易啊，很多时候人总会遇到一些难题嘛，一些挫折或一些干扰，让自己没有办法永远保持在乐观正向的感觉里面。但是无所谓哦，宇宙说你这个礼物啊，你本身就是一个礼物，你要相信你自己有散发光芒的能力，你是那种五彩缤纷的彩球，是别人看了会喜欢。你要相信自己有这样的能力能量，然后这样子的一个 star 会为你而闪烁。你要先相信，重点前提你要先给自己这样的力量。人生的路已经很坎坷，已经很长了，何苦自己还为难自己？你不勇敢，谁为你坚强？对，应该这么说。来看看你们的职业，在这样的一个主能量下，你们的职业现在的工作又是怎样的一个东西，需要让你知道的？我们来看一下，束缚啊，完了，我真的没关系，我待会用塔罗牌来看你们的能量。首先来看你们是怎么一个状态。你束缚自己了，但这个女孩，你们跟第一组一样，第一组也是抽到这张牌，然后他们是逆位，表示他们已经开放自己了，一定不要让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但你们还在这样的束缚底下，但是束缚有没有很恐怖？我觉得没有，而且很多时候我认为是你自己绑住了自己哦。你看这旁边没有人，然后这个绑住这个女孩的这个只是一个藤蔓，你能不能扯开？可能有点痛啦，被刮伤或者被刺伤，但你敢不敢？你敢不敢让自己挣脱？这才是重点。你看你挣脱之后的旁边是不是很多光亮？这女孩甚至也在发光，我觉得她就是在发光。你就像是一颗钻石啊，是很有质感、很有质地的一个宝物啊。但是目前没有被切割好，没有被外面的应该说在石头里，这个钻石在石头里没有被好好的切割，然后没有办法散发它
该有的一个光芒。你们现在有这种很大的感觉束缚，所以束缚在这里，我希望是当做一个提醒，不要让这个议题去困扰你们。再来这边出现直觉跟一个老车，你们现在其实是有点疲累精疲力尽，就像这个老车有点发不动的，但是又充满怀旧的感觉，所以你们会不会也在怀旧你过去的一个丰功伟业？如果是这样的，赶快觉醒直觉出来，这只猫头鹰要出来。因为这个老车给人家感觉是很有质感的，其实就跟这个钻石是一样的，感觉就手工打造出来的那种造型，然后很经典，对，经典款，你是个经典款，你不是走偶像路线的，但是你走的是实力派，但是你有时候会觉得人家看不到你的这个能力所以你有点累，然后你有点怀念过去或者曾经你已经做过的事情。你有可能是在职场上很久了，那这个族群也有可能待了10几年、20年了，你今天累了，所以在工作上这种束缚，就像刚才说的，是不是你自己给自己太多限制、太多不可能的这种印象，让你自己觉得你就没有那个动力往前，有这种的感觉。但是要知道你是有直觉，而且是有洞察力的。这个猫头鹰啊，象征的白色猫头鹰都是一种智慧、一种睿智的象征。然后这边是不是也有花朵？你要有办法让你自己重新再缤纷，而且你绝对是有能力。我说你是经典款，你是那个实力派的，你要相信你自己有这种能耐，重新恢复那种光荣、那种荣耀，其实是可以的，不会是妄想。但是你要先相信你自己有办法办到，不要在这个束缚底下继续困扰自己。这是在这个牌里面现在看得到。我们再来用塔罗牌深度了解一下你们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能量，职场上还有什么东西需要让你知道？希望有没有？对啊，希望就是你们的功课。觉得虽然牌还没有抽，但是极有可能你们就是缺少这种希望感，有点幻想，对，给自己一点幻想，不要说幻想，就是给自己一个正能量。来看看我们第二组工作有什么东西需要了解。今天会抽5张牌，哇塞，恋人牌，来，这张那就是它。底牌是宝剑的5号，没有，就人很伤脑筋，就好像是你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们现在的感觉，很烦，很烦恼，很忧愁，很忧伤，这种感觉。其实你们坚持很久了，看得到你们的能量，就像这个老车这个欧卡一样，非常的老，非常的缓慢，非常的疲累。你们坚持在你们的目的地，不是目的地，你们的那个工作岗位啊，跟你们的那个工作的这个项目里面，你们都已经支持很久。不管怎么样，你都已经有点疲累，有点匮乏，但是你还是在坚持下去，这其实是不容易的。我觉得你们现在的困扰就是，有点不想做，你们甚至有人想离职，也有可能是这样。但是你们还在跟，还在撑。但是其实这个九支权杖虽然象征的是固守自己的领地，但是有更多的是要朝外面看，因为他是看向外面，看这女孩是一个火光是在她头顶上。那你愿不愿意拿着这个火把就往前去，而不要再去管这个栅栏困住你的栅栏？你看这个栅栏是多矮啊！你跨就跨过去了，你就像这女孩一样，其实脚一伸就出去。那你愿不愿意在这个舒适区里面去做个突破？你有可能这个工作已经到达了一个让你这么如果没有办法发挥，或者说你已经有点疲劳，或者已经有点匮乏的状态的时候，说不定你可以考虑换一个领地，换一个方向。这是这边看到。
那如果是你现在在工作上真的是很努力，很想要执行某些事情的话，你们也会觉得说好像力不从心，但是你们其实是很有能力的人。如果你们是这个权杖国王的话，你看这个狮子在后面，这个国王是拿着火炬火把，就跟这个女孩是一样，但是你们是逆位。所以我觉得你们就像刚才说的，你们这是经典老车，你们是经典款，你们这是非常有实力、非常值得信赖的一个工作的，值得老板信赖的一个工作同仁哦。你们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哦。但是你们其实现在并没有发挥出你们完整的能力，这是比较可惜的。而这样子不能发挥，很有可能是说在合作上、工作上，你们的伙伴啊、工作伙伴，或者是说合作的对象，有点让你们力不从心，没有办法到很合意，或者是说很配合的一个状态，是你们现在需要去突破的。但你们会不会突破？你们就会突破。你看这个女孩，虽然没有办法像恋人一样的，我们当然不是指狭隘的恋人，是指说广义的共同性、交流感、契合感，这种恋人是逆位的嘛，所以在工作上没有办法达到这种感觉，但是你会势必会去做到这样子的一个促进，因为这个宝剑王牌出现，看这个灵光乍现，你们会有这样的灵光乍现。我觉得就是你们来看了这个视频之后，看了这个影片之后，你们开始有灵光了，开始知道你们的问题点，开始要注视你自己的问题了，拿出你权杖国王原来的实力。老车只要经过一番整修，哇，更是比以前更好开，走得更远，对，不会因此而就颓废在车库里嘛，就永远都不能动，因为不愿意去修理它。有些东西是经过维修之后就会展现得更好，你们就是这一群人。这个灵光乍现，马上会有一个新的一个沟通方法、沟通的桥梁，或者是说共事者彼此之间一个新的方式会出现之后去促进你们去达成你们自己想要做的。一开始没有办法很快，但是你们可以期待，因为这边出现了一个教皇牌，教皇牌的逆位是告诉你们工作上不要太传统，不要太守旧，因为这个老车在这边也有可能的观念太过老旧，或者太过于执着于某些以前的做法，放弃掉。原来的教皇牌是这种守规矩、守规范，就像教皇一样，一个神一样伫立在那，不容侵犯，不容诋毁。但是你要把这样子的形象给扭转一下，开始看看是不是用一些反传统，或者是说比较先进、比较现代的方法去改善你现在对工作的一个想法跟态度，那你的那个忧愁、忧伤才会慢慢消失，就不会在这样子的一个情绪里面一直干扰自己，一直在伤脑筋。方法已经有了，其实就是要有希望，然后把自己的能量释放出来。原来你是很有能力的人，你要相信你的权杖国王，好不好？正位一定要把它变正，这是你们现在工作上的能量。再来，我们来看看你们的感情哦。第二部分，感情会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状态？先看看你们的生意卡，又是逆位，你们连感情这边都出现这个力量牌的逆位，力量天使逆位，力量天使跟我们的塔罗是类似哦，也是一个狮子跟一个美女哦，这种内在的驯服的力量哦，没有办法发挥，没有办法发挥也是代表的停滞啊，希望感一样要拿出这种粉红泡泡的希望感，不要去觉得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你们后来出现，奇怪，你们也是出现跳出两张牌，就是前面第一组也是在洗牌之后跳出2张，结果你们前面工作的时候跳1张，感情也是跳出2张，然后2张代表什么？这边出现什么？出现的是这个是树艺啊，就有点像橡木桶，人家在收集橡木的那种橡胶，对，有没有那种收集？那也要代表这个橡胶，这个那个树是那个漆树是吧？我如果说错，你们纠正我。那个树是健康，它有办法流出汁液供人家去利用，所以这个代表是一种很健康很有资源的一个状态。所以你们的资源其实是丰富的，代表的是你自己本身是值得去被人家好好的，不要说使用，
应该说好好的配合、好好的合作的一个人哦。我是说指感情上哦，你们是充满的资源的，你会帮助你的情感对象去走到更好的一步、更稳定的一步。你们有这样子的很稳定的一个基础在这里，有什么需要你们都会帮助他，就像这样，贡献自己心里的感觉，贡献我的知意给大家这样的感觉。而这样子是一种愉悦的，一种是开心健康的能量哦。但是不要去把自己看得太渺小，这个时候应该要散发你现在原本的这个能力，把你这个力量的天使也把它转正。这个就是我现在看到，就说你本来就是一个资源很丰富，就像一个提供者，一个资源的提供者，是让人家觉得很丰盛的。而你们这些出来的2张牌，第一张也是财富，这如果是出现在这个多好，那你们出现这个也不是不好啊。出现在感情这边的话，代表的就不是钱财或者说职业上的，而是一种富饶，精神上、感情上的富饶。你们其实是丰富的，但是你们现阶段没有办法表现得很平衡很好，你们内在力量并没有表现出来，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其实你有这样的能量、这样的背景、这样的内涵，但是没有办法发挥出来，没有办法去感染别人。你现在想不想感染？这才是重点。这边出现的秋天，秋天都是秋藏嘛，只是藏储存，但是没有供应，没有输送出去，只有进没有出，这种感觉。所以如果你只是在一个丰富的底下，只是自我丰富，这是很可惜的。我觉得在这边可以看到，如果只是在秋天的那种萧瑟，或者是说在这样子的比较没有活动力的一个动力底下，情感是很难去达到更圆满的一个程度。我觉得你们本来应该要更圆满，因为这边出现的这个财富，我指的是心灵上。我们来看看你们的感情有什么样的一个需要了解的部分。抽5张牌一起看。哇，跟你讲，你们的牌也是很特别。哇，这出现那么多张啊！我要5张，他来了是6张，那就6张。一般出来我都会看，代表宇宙想要告诉你这么多。底牌是什么？底牌是恶魔牌的逆位。压抑，明明有感觉、有情感、有欲望啊，压抑。但是这种压抑是健康的，其实，因为恶魔，你如果从正面来看啊，你看这个帅哥是不是伸出手来邀请大家的感觉？有没有被引诱的感觉？过度的去纵容自己的情欲或者是欲望啊，其实是不好。所以你们在很高的程度上，我认为你们是一个掌控力，然后隐忍度那种叫做叫做什么禁欲禁欲系的成分很高，不管男女哦。如果是你的对象，他也可能是这样，掌控力很好。为什么要掌控？真是你们明明就很有资源啊，也很丰沛的一个人，明明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压制自己的力量，然后让自己处在这种萧瑟的秋天。为什么在这种品质底下呢？不要吧。好，我们来看看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历程哦。第一章就是出现金币了，金币的那个侍从，金币侍从是很慢的一个侍从啊，做事就慢吞吞的，但是脚踏实地啊。然后什么东西都要经过一点学习跟研究之后才会去进行，所以你们的感情也是这样，果然跟这个很像，压抑。但是你们资源很好，一样啊。金币想求的都是实地操练，不会用嘴巴用讲的，不会说一张嘴像花蝴蝶一样，然后什么东西都说得出来，什么东西都可以答应。你们说不出这种，只要你做不出来，你们也不会说出来，你们就是这种概念。但你们感情上是怎么样？你们感情上其实是很好的，直接后面出现这几张牌都是好的。你看圣杯2就手牵着手，两个交融在一起，两个杯子有没有那个火都已经交织在一起了？这是一种心灵相合、心灵相柔
相容，然后这种 soul mate 的概念就是这样，不用言语表达。你们不用言语表达应该也很久了，但是你们都用行动力啊，有行动力。我觉得这两只手握在一起，就表示你们是有行动。你们可能不是用说的，但你们会用做的，用做的。好了，你不要想歪了，就是你们会用一些实际的行为去证明自己对这个感情的忠诚跟爱。这是从这边也可以看到。你看这边第三个圣杯三，圣杯三讲求的是开心和乐，所以你们即便在压抑，也没有过得不好。所以我相信你们的对象非常的容忍你们，容忍，因为他其实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你是一个很好品质，你是很好品德的一个对象，所以他可以容忍你有些时候有点比较实际一点，比较没那么浪漫一点，他可以忍受，因为他觉得跟你在一起是开心的，这才是重要。其实你们也是觉得是开心啊。为什么开心？因为他很高度的配合你们，你们怎么会不开心呢？所以你们这个对象，我认为蛮稳重的，他能够理解你现在想要追求的东西，你想要追求的感情是什么？是稳定嘛？金币1号，所以这边也看到一些新的能量出现。如果你们是在暧昧底下的话，你们有极可能就是有郎有情妹有意啊，也很想要朝开心的路线去发展，然后想要赶快进行你们的新一段恋情的落实，所以你们是新感情的这群人，你们的暧昧即将越来越落实，越来越成真。为什么？这边你看得到吗？这是一个宝剑的骑士，宝剑骑士是快很准的。看这个像猎人一样追着这个老鹰，不是一种行动力的表现嘛？非常明显，对不对？跑起来，不是用走，不像金币，金币是不走的。所以你们的对象，即便是你没有给他一个什么回应，或者说你们慢吞吞，他有可能他自己会先飙起来，然后先往前跑，去追逐你们的落实，因为他想要的是落点的感觉。所以很快的交流，很好的一个沟通，是他们在现阶段是很想要达到的。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太过于木讷，因为有时候木讷久这样的恶魔也不要永久的一直逆位，要正一下，邪恶一点没关系。因为你们的这个权杖国王是充满魅力，是充满权力跟爆发力的，狮子就在他后面。你看这个帅哥多么力量感，跟你这个力量转正之后，就配合得很好，帮你们转正。你看这是不是狮子女士？当他也，所以你们其实是骑虎，这什么旗鼓相当，不是骑虎难下，旗鼓相当。你们的能力都是表现得很一致哦，你们是在同一个水平上。他也是，你也是，你看你们的能力都是在狮子的等级的，充满的控制感，然后有权力性，然后可以掌控自己的未来。你们自己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感情，你们都有一个想法，他也是一样。所以你们在这样的一个很成熟的一个互动进行下，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一对璧人。因为你们有很好的对感情的想法跟观念，然后即便现在不是在一种很火热、很热情的一个状态，但是你们都会想要长远的去经营，这才是这个牌看得到的。而且你们都是魅力的一群哦，我觉得你看这个力量牌的女生，这个小天使也是非常的散发光彩。容光焕发，非常美丽的一个天使，然后狮子在他旁边，然后这位男士也是一样，非常有魅力，非常有吸引力，然后非常惹人喜爱的。你们其实都有这样的本质哦。然后你看这个星星才会呈现，所以这个主牌也是象征的这样子的一个 star。你看它也是黑色蝴蝶，就像跟刚才解释我们的职业一样，黑色蝴蝶，美丽的蝴蝶，但是暗沉了一点。为什么暗沉？就是你们会压抑，你们不会去过度的释放自己的情绪，甚至是让对象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不会如实的表达自己的情绪，你们就是这样子。但是你们的对象其实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所以你们适度的要回应他一点，不要让他觉得，虽然他愿意跟你们共同去经营，然后也理解你现在的目标，但是有时候给他一点回应帮你转正。恶魔邪恶，稍微做一点有趣的事，情趣一点，不要让你们关系流于一种平面或者是说扁平化，这才是这个牌想要告诉你们。
让这个蝴蝶结变成红色，不要只是一个漂亮的黑色蝴蝶结，虽然不丑，但是太稳定，对，有这种感觉。所以在暧昧中的话，你们也即将会有刚才说的，即将会朝前去进行了，即便你们现在也是在压抑底下，这是从我们今天在这个牌面所看到了，这就是我们第二组的能量了，一样哦，这是大众能量，截取你自己有感应的部分，符合你自己的需求，去改造自己的未来，这才是我们现在解读牌的一个功能哦，并不是为你量身定制，然后全盘接受。如果你不是这个状况，你可以去看别组，如果从别组可以选择的话，就会更好，更适合自己。不要在一个能量里面就以为这个是全部，毕竟这真的是很多能量在那里，没有办法完全的符合大家。然后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个人的占卜，或可以在我们的下面内容里面去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OK， 好，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哦，一样给我按赞，然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快乐，然后下次见，拜拜。嗨，欢迎第三组选择我们这个蓝色、青蓝色嘛，然后这一个燕尾夹，这边写的是 today 今天，但是它的主题是什么？他说他仍然相信时间是一剂良药，虽然有点苦口，但它即将发生，它会有作用，而且 today 代表是现在，当然不是指今天啦，意思是指很短那个时间内。然后这个提醒你哦，将那个燕尾夹夹在一个你的记事板上，告诉你它即将会有来临的那一天，时间慢慢的过去，但是你要有耐力等到它发生结果的那一天。等于说冬天虽然很长久，有点难熬，但是春天来的时候你要在呀，就是这个意思。特别是 highlight 这样用那个燕尾夹，希望你夹在你的记事板上。我觉得这个时间哦，这边说是良药，我认为痛苦哦已经有点久，但是已经在吃药，已经有方法有对策，这是这边能量所看到，在你们的主基调，你们现在的能量的一个即将产生的绽放的这一朵花朵，是关于某一种疗愈的成功，某种希望的达成，需求的达到，有这样的感觉，是指日可待，只是那一天要等。大概已经说嘛，相信时间是良药，药是苦口的，过程一步一步，时间一点点的过去，然后自己在这个轮转里面一直漂流，一直上下的起伏，然后这样子的不安跟不确定，都会让你怀疑你的目标是不是有达成的一天。但是这个神谕卡表达出的一个力量是，你要相信它有那一天，那只是一个过程。药已经，就像刚才说，药已经吃下去，已经服用了，它即将会带领你某些疾病、某些症状的一个结束，说是现在困扰你的。所以我们看得到的是像整体的能量是这样。再来，我们来看看你们的工作，那晚一点再来看看你们的感情。先看你们工作跟职场抽到的牌是什么？你们抽到的这一个是胜利逆位，有没有？胜利逆位，我们说逆位牌不代表就是绝对的没有来临，只是暂时现在没有达到胜利，那你是不是就要放弃了？不是啊，但是这个继续努力，然后胜利就来了，而不是说现在看到有点失败，或者说没有成功的感觉啊，你就放弃了，放弃那成功就是永远不会来。现在的能量是告诉你，你即将要成功，因为毕竟是出现胜利这张牌啊，你即将得到最终的那个冠军，你即将走到那个终点，那个人就是你，会撑到最后的是你，你必须要撑到。你就像这个女孩，真的像女神一样，很漂亮，金色的能量，金色散发的一种坚硬跟绝对的光芒。她闭着眼哦，没有去想太多的感觉，不应该说不要去看太多，然后用内心去想一些事情。桂冠迟早会带到你头上，这就是胜利。
所以你们这边胜利虽然是逆位，不代表不成功。一直都说逆位牌只是在凸显这个是力量，你要怎么去发挥，怎样去运用，让它成正位，对不对？然后这边出来的跌就直接 delay， 这就不用解释，完全如字面上所说的 delay， 字有点小，应该看得到。就这个女孩也是在等，也是闭着眼，就跟她很像。两个闭着眼，然后头发是红色的，有没有？红色我们都觉得就是一种热情，这个粉粉的是还带种轻松，就是让你轻松的去，就像这个流动的女孩，她可能在水里，或者说她自己倒吊，让自己轻松的去看待这个事情。不容易，但是你一定会度过，有没有？这边一直的主牌说的就是你会度过，但你愿不愿意去等待这样的时间，是一个功课。然后这边2张的牌，因为你们抽出来跳出2张，然后我一定都会看2张出来什么？这是母矿脉，就像你要去挖矿，然后看地图，然后这整个矿脉就在这里挖矿，有没有？这代表的是一种荣耀、一种资源、一种成功。一种容易收取的资讯跟内容已经达到了嘛？看到地图都出来了，所以目标我们刚才说一定会达到。你现在就像挖矿一样，那个母矿脉都已经在你眼前，你怎么可以不挖呢？自己怀疑，会不会我根本就弄错，根本就这个矿是有问题的，自我怀疑，即便拿到地图还不相信，你有点这样的能量在里面，但你要相信。快达到，只是步骤 delay， 这边 delay， 一定要让你的这个资源去广大起来。它其实是朝成功去发展的，是一种资源，一种人脉。对，这里想求的是人脉。你已经拿到一个入场券，而且是一个团体或是一个组织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资讯，其实你们已经拿到。那只要你好好的去发挥，好好的去扩展，去挖掘，对，挖掘这个矿脉下面藏的是什么，你完全就是一个惊喜，而且我觉得绝对是好的。然后后面出现的这一张是所谓的业力之轮呢，命运是命运之轮，业力之轮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一种轮回啊，一种。付出与得到必须达到某一种心灵上的妥协的一种学习过程。很多时候，你想要达到一个事情，每个人都想达到，但是他没有办法很快速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让自己在这样子的等待底下心平气和的去处理所有的事情？这才是那个业力之轮想要说的。它的轮转是一种纠缠，一种拉扯，一种割裂。这种割裂是指那种情绪上的，或者说感受上的，一定要受伤，一定要付出一点什么，一定要痛苦一点什么，然后才可以拿到这个果实。就是所谓的业力，就是这样，就是一种轮回的概念，一种你有没有福报？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去得到你该得到的东西？那个业力之轮就是在考验你，现在就是在考验你，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但是 delay 已经出来了，所以你们还是设法的让自己处于这个女孩这样的更缓和一个状态去看待这样的一个目前的一个事态的发展。不管你在执行什么转或工作上遇到的个什么问题，胜利一定会来临。刚才说胜利已经出来，看看你有没有能耐去度过你这个所谓的这种考验，业力的考验之后，他得到的东西会更大，是整个矿脉都会出现在你面前，是这样子的一个宇宙想要告诉你。那我们来看看用塔罗，塔罗还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知道？等一下，这边还有一张跑出来，刚才有看到。没有吗？只有2张，那就是2张。再来一张，耶，很好。
底牌是什么？底牌这个整个主轴就在于你的爱心啊，你的心有点痛，但是心痛没关系啊，你慢慢就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给自己力量。所以你们现在很痛，没错，业力在这里，业力之轮在这里。但是心被这样子痛过之后，你们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百毒不侵，是这样意思。那看看这个历程，你们权杖的王牌出现，王牌逆位。缺少灵感，缺少行动力，缺少你自己的认知，你对这个事情的认知，你缺少认知，缺少希望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行动。所以你的思想必须在你的行动之前先落定下来，这是现在想要说的。就像这个女人一样，头顶上这把火就是一个能力的展现哦，智慧的产生，去想透你到底为什么不想行动或不能行动，被限制的是什么？是你自己。因为你其实是一个很有资源的人，这边出现了一个女王牌，女王牌的逆位哦，女王本来孕育的整个地球，资源都在你身上，但是你没有办法呈现，是因为你现在还在这个业力的轮转里面，需要学习，需要做一些功课。当你把这个功课做完的时候，你就会呈现这样正位的一个女王形象，你可以孕育所有的事情，你就是一个资源，你本身就是供应链。整条供应链就是你自己，有这种概念。你一旦走顺了，你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步骤，你都可以把它把握得很好。很多资源会来到你身上，就像这个女人一样，孕育的是整个完整的希望。那你愿不愿意等待？因为现在是逆位，绝对要等待。你现在就在等待，而且你现在工作的非常辛苦。这个金币八在那边，你看这个女孩。它是逆位，逆位表示它是用比较极端、极致的状况去度过现在，很辛苦，很努力。你甚至搞不好常常加班，常常就是日以继夜的，三餐搞不好都没在吃。这样千万不要这样，就是你要认真的去做你的工作以外，不要过度哦，不要让这些侵扰到你该有的生活步调。这逆位也是在提醒你可能过度了，或者说你过度的在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底下，在一个工作的情绪底下，让你没有办法去好好看待你自己生活更平实的样貌。对，你想要达到嘛，你想要做到的是一个可能比较高的一个点，但高的点你把它所有的标准都放在你自己身上周围的人事物的时候，别人就有压力了。但是你的达到点不一定别人要跟着你一起达到，有点这样的感觉，不要过度的去给自己或别人压力。那工作当然你能够去努力，绝对是好的。然后这边出现了一个节制牌，节制牌的逆位是不是跟刚才一样？一定要去调配好什么是你现在手头比较紧要的、紧迫的，不要一手包，然后全部都揽在身上，然后把自己累得像狗一样，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然后去看看什么事情是你现在是可以调配好的，可以稍微去协调好的，取个中间值。然后去做好一个长期业力轮转的这样子的预备。你不能一开始跑步长跑马拉松就跑得很快，到最后都没有体力了，就跑不到终点。所以你一定要调配你自己的体力，调配你自己的能耐，调配你自己的资源，对，你才能够达到一个合作很完美的一个状态。这个节制牌逆位想要提醒的，然后最后就会达到你自己的目标，看到没有？这个是一个宝剑的骑士哦，追着老鹰，有没有？或者是老鹰就带领着他，你就跟着走就对，往前跑，往这个路的尽头就是成功，就是你要达到的那个东西，就是那个矿脉。所以你愿不愿意这条路好好的走，好好的调配你自己的体力，动起来？你已经在动了，但是要调配好，不要过度的操劳，这才是这个心可能在这边也要提醒你，不要过度操心，过度的操烦。其实你有很多资源跟人脉，然后现在的不完成这样的 delay， 只是因为这是功课，业力的功课。你要达到一个，你要收获到，你要收取到一个完美的能量的前提，就是要做这些功课，你才能够获得这样的美好。这是我们第三组的工作能量，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心练就起来，不要再操心。OK， 好，再来我们来看看，就是你们的这个叫做情感面啊，感情的部分看是怎么样。
看看你们的神谕卡，太阳逆位。你们其实很有感情的能量，看这个柔情似水的女孩，这种从出水芙蓉啊，那个太阳在她头顶上，是不是很漂亮、很美？然后有好多植物、动物、花朵围绕在她旁边，是一个很美好的象征哦。但是你们现在其实也不太相信你自己的能量，你自己的能力，跟这有点像。那种胜利还没达到，那种意思是类似的。你们在情感上你没有这样子，但是你要知道，你是可以达到的。时间是站在你这边的，你要相信你是可以，你是有这样子的配得感，对你值得这样的情感。你首先要相信，当你相信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会来到面前。这就是我们的神谕卡想要说的，因为你有充沛的一个爱的能量，水都代表爱，你们的感情其实很丰富。你们可能有被某些人伤害过，或者过去有一些不好的经验，或者现在就是进行时，某些人伤害了你，或者现阶段交往的人、感情的对象，给你一些难题，给你一些痛苦的东西，让你没有办法发挥你正向乐观的一面，有可能是这样。但是不要去害怕，这边有一个流星哦，是不是？这是很快的一个行动，一个许愿。你们流星过了，赶快许愿。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快会来临哦，但是你要相信流星可以许愿成功。流星过来，有人说啊，流星都骗人，我一点都不相信。有人是这样子啊，那流星就算真的有这样的神奇的一个能力的时候，你也不会到你身上，因为根本连许愿都没有想过。为什么？因为你就有点叛逆啊！你看这个女孩是不是有点叛逆，故意留这是蓝色嘛，蓝色的头发。可这个叛逆的女孩，她其实很有远见。你看那光线跟她的脸阴暗面这种棱角分明这种感觉，她很有智慧。我觉得这个叛逆的女孩是用智慧去叛逆的。你是为了你某些原则，我认为是更多原则，不是你不相信流星，不相信这个希望，不相信这样的爱会来临，而是在现阶段你会更相信某些你现在相信的东西，然后或者是说他现在对你不够的完整，态度不够的好，然后你现在决定先用一个比较冷眼旁观，然后甚至比较抵触的行为去做现在的行为的判断，是有这样的感觉。但流星在这里，我觉得你还是本质上是希望。你看这女孩的这个胸口是不是有只蜜蜂？蜜蜂是不是有殷勤工作的这种概念？你们其实是一个在心里面活动很高的一个人。刚才说柔情似水，你们其实是相信流星的存在，只是你用很冷漠的态度去看待你的感情，或者是说冷处理你的感情。我有这种感觉。好，我们来看看塔罗有没有什么深入的讯息要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来看看有什么东西。好，我们第三组的伙伴们的感情有什么该让我们知道？哇，不错耶！这有点多了，这太多了。你们有点不太想回答的感觉，有这种故意要拖延的感觉。你们对感情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哎，真的耶！好，来看看底牌是什么。底牌是这个金币4号牌，金币4号牌，那现在整体能量在这个列里面的底牌出现金币4号啊，你们其实还蛮怕付出的。如果在情感上，你们其实很害怕受伤，这有可能当然是你的对象，看是谁啦。你们现在的状态去判断，阴性能量这边会比较大的一个警惕感。
不会付出太多，也不想一次付出太多。从这边可以看到，想保有那个钱包，要抱在胸前，你看守财奴一样。只是你们守候的这个感情呢，也是用这样的情绪去。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保护欲很好，我很想保护我自己的财产，感情的财产。所以你的对象也有可能是这样，阴性能量这边尤其是更明显的。那你们是出现怎么样的一个呈现的一个发展？是你们的感情呢？目前看来，合作性很高，你们很高的合作性跟欢乐感，庆祝欢乐。所以在情感里面，其实你们还蛮讲求是共同去经营，共同去创造。你们看，3颗金币在这里，大家一起去布置的这种感觉。你们不太喜欢单边的，或者是说暗自做什么，一旦做什么就对方要知道，或者对方做什么你也希望知道。不太喜欢那种隐藏的，然后说不出口的，隐瞒太多的。你们不太会做这样，就是你一旦付出，也希望大家付出来。那他付出了，你也会回馈过去。你们不是那一种配合度很低的人，是个配合度很高的一个情感的连接哦。你们跟你们的对象，而且是走向欢乐开心的。你看这个手舞足蹈庆祝，在办 party 的感觉，有没有？很开心。你们的目标是要朝一个共同性哦。权杖四是4根柱子哦，象征的是稳定，所以稳定性对你们来讲很好，有没有？跟这个守着自己的钱包的这个金币4是很像。你们想要的是一种稳定的关系，你们在现在的一个情绪里面，或者说感情对象里面，你们现在也是朝这样的方向去发展。但是中间这一个牌出现的这个权杖的侍从的逆位哦，是代表的某些压抑跟某些不熟练。这个不熟练很多时候是对感情或对对象的不了解。可能本来就不是很常在谈恋爱，或者是对感情的这种所谓的表达力会比较不足，有这种感觉，还在学习的阶段，所以会有一个停滞的能量在这里，极有可能就是你们的学习的时程啊历程需要拉得比较长，需要过渡一些过渡期，才能达到所谓的发展。而你们很多时候又更清楚一个感情的开心跟欢乐，不是来自于不断的所求，而是来自自己的繁荣、自己的丰富。就像这个金币的9号一样，自我的丰富，这代表的是一种独立性。这种独立是代表你已经认知到情感面是来自于个体的独立，而不是完全的依附在彼此。就像一个圆，两个人都代表圆，你的个体，他的个体，那你们是可能会重叠，但是不会完全的重叠在一起，可能有一些交叠的部分。你们更高的是独立性，很多独立性在你们的情感的对情感面的一个表达上，所以他也是哦。所以这样会造就一些你们可能在互动上没有这么刚才说的叛逆，就是故意的，有感觉也表现的没感觉，有点这样的能量在里面。因为你们太独立了，你们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太有想要保存自己所谓的东西的一个界限，然后不太会去全部的释放，可能怕某些难过，某些伤心。离开，就真的离开某些伤心难过的东西，但你们最后会离开。我觉得这是两个解释哦，就是你们正在离开中，就是说你们会有这样的情绪，这种叛逆、故意不照规则来，不照情绪来，或者是说很怕失去某些东西，也是因为你可能过去有某些伤害，或有某些不好的经验，然后那种苦楚啊，其实你还在经历当中。但是你们会不会经历过去？会，应该看到没有？这个已经即将离开了，这种痛苦的杯子，8个杯子，你看这个女孩是朝向光亮走去，这个阴暗面要抛诸脑后，但是走需要时间，慢慢走出去。你们可能在走的这个过程里面，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
在你们现在情感里面，你们双方就是即便你们都是在压抑自己，都在隐藏自己对感情的那种抒发的动能哦，你们都会把它掐住，不会让它跑得太快。你看这权杖还在这里逆位，可是就是行动力会很压抑，非常停滞。但是你们也不会把它当做一个阻碍你们的方向。你们好像对彼此啊这方面，你们好像有一个认知，就认为说 OK 我都了解，我们必须要保留什么，我们必须要适度的去把我们的担忧跟我们外部的情绪干扰去从我们的心里刨除掉，刨除掉之后我们才可以走得更远。这个也是这个圣杯8号在你们这一组的第二个解释，就是这样。除了你们已经慢慢走了这个过去的历程这个解释之外，第二个历程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们双方都有一个认知，不会让这样的情绪去干扰你们之间的发展，因为你们明显的知道个别的独立，个别的滋养自己的那一种丰富才是两人丰富的根本。你们有这样很高的一个能力，所以时间是良药。这个 today 我们看他说最终是你，最后这句话最终是你，你们都知道最终就是这一个路，你们要走的就是对方这个人这个对象就是我要走下去的人，你们其实都知道，只是在过程里面你们现在还处于一种所谓互相拿捏的阶段，但是拿捏还是良性的，就是我明白你的独立，跟你也明白我的独立，那我们如何去在这样的两个独立的个体里面去产生交织，就是你们现在的功课，这个流星就会出来，很快，但是很闪耀，很有幸福感。对，它一旦出现了，很快就会出现，你可能措手不及啊，两个突然就会进入到某一个所谓的，你看这个 today 或者说迟早会有那一天，你们就会突然进入到一个很稳定的状态，很稳定的状态。有没有？流星也代表某一种很快，只是说太阳这边逆位，我觉得就是你们现在的功课，要如何去让你们这样的情绪好好的反转，把你们转过来，这我自动帮你们转，对，让你们的这个情绪交融的更好。然后这个不要太叛逆，不要太想要用一种牵制，或者是说一种限制自己的情绪的方法去处理感情，就是让自己的情绪好好的发挥流动出来，就像流星一样。不要以为说啊，那流星这么短，一下子就过去了啊，我不想看了，一点都不浪漫，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瞬间，就是永恒啊！你要能够理解这样子的一个差异的时候，那种情绪的差异的时候，你就会去欣赏这个流星，就会欣赏所谓的感情。某些时候是很适合来一点刺激，或来一点改变，来一点放纵，对，就这个意思。好，这就是我们第3组的感情能量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一样，这是大众能量，选择自己有用的，然后有感应的部分去改造更好的自己。然后在未来的这个1到3个月希望你们能量都呈现这样子美好的发展。 OK， 好了，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一定要给我按赞。那我们就暂时到这里，那我们下次见拜拜。